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王牌霸王花》。故事发生在一支警队中，这支队伍除了众人周知的飞虎队，还有一组由精英女警组成的霸王花队。他们破了许多大案子，名声大噪，甚至已经有些盖过飞虎队的名声了。飞虎队的队员们心里暗自不爽，可巧就巧在，本来针锋相对的两组人，这天却被安排去执行同一个任务。组织接到线报，一个恐怖组织要绑架首富李先生。李先生马上要给儿子举办宴会，并且邀请了不少政客。这次飞虎队和霸王花队要随机组合出4组男女搭配的小分队，任务就是保护宴会的安全。晚上宴会如期举行，大厅里觥筹交错，人们互相寒暄。就在这时，饭店的后门混进了一群恐怖分子，他们假装是搬花的工人，借机将保安杀死，在花园里安装了信号屏蔽器，然后混进了宴会中。很快，警察们察觉到了不对，他们悄悄地跟踪可疑人员，却不料落得下风。一位警察被打伤了手臂，因为信号被屏蔽，所以警员们之间无法联系。枪声打响之后，恐怖分子不再隐藏，他们拿出了枪，控制住了所有宾客。而且很快，第一组警察就被恐怖分子制服，并用绳子绑住；第二组警察被绑着扔进了游泳池；第三组警察与富豪们被囚禁在一起；第四组警察虽然逃出升天，躲进了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，但要命的是，后备箱被意外锁住，两人怎么也出不去了。画面一转，恐怖分子和警察局取得了联系，他提出了5000万美金的赎金要求，不然半个小时以内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得被炸死。说完还杀了一个人质，威胁警察。在等待警察回复的时间里，恐怖分子和人质们玩起了可怕的游戏，比如第三组警察被吊了起来，他们的身上都抱着一个油桶，谁率先将油桶扔掉，谁就能活，而另一个人就会立刻被打死。面对这种灭绝人性的游戏，两个警察自然都不愿意做伤害同事的事情。而与此同时，其他组的警察们已经开始了自救。第一组男警趁着绑匪不注意，悄悄用嘴取出藏在女警察胸前背心里的刀，割开了绳子。第二组两人捡到一个指甲刀，剪开了绳子，从游泳池里逃生。第三组男警舍生取义，为了女警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幸运的是，女警迅速打败了坏人，并救下了男警。第四组二人终于撬开后备箱，从里面逃了出来。就这样，4组警察都获得了自由。他们一边拆着炸弹，一边潜入恐怖分子内部。就在这时，短发女警察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这背后的一切都是富豪李先生的阴谋，他的目的就是吞并其他富豪的财产，所以才借宴会的名义把所有人都骗到这里来。这一幕刚好被短发女警察录了下来。很快4组人马成功汇合，一通乱杀后，他们顺利解救出了人质。李先生得知消息后，便通知恐怖分子们先走，自己可以装作人质混出去。可惜啊，匆忙逃走的恐怖分子们仍然躲不过穷追不舍的警察，最终被全部消灭。这时候警局的支援部队也赶到了，李先生刚要混出去逃走，就被短发女警察揭穿了真实面目。就这样，李先生落网，电影结束。所以说啊，邪不压正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缺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